此时此刻，叶晨与费可欣已经从酒店出来，在前往师勋道的路上了。费可欣知道叶晨希望自己今天在乔迁典礼上发表演讲，给刘家辉站站台，心中有些疑惑，憋了一路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叶先生，我一直没想明白，您为什么要让我替刘家辉背书呢？叶晨看着他，微微笑道：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，打一巴掌，给个甜枣，这种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训吼技艺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费可欣微微笑道：恩威并施的策略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懂，但我总觉得刘家辉本身就已经被你一巴掌打老实了，完全没必要再给他吃个甜枣，更何况您这可不是给一个甜枣这么简单，不是我托大，以费家的体量为刘家辉背书，等于您送他一棵枣树。叶晨微微一怔，旋即多少有些不太自然的笑道：这个我倒是没有太仔细的考虑过，只是觉得他表现尚可，鼓励一下也无可厚非。费可欣看了看叶晨，微笑着开口道：其实您心里明白，您之所以对他网开一面，甚至慷慨地送上大礼，主要还是看在曼琼小姐的面子上，对吧？叶晨一开始还多少有些尴尬，但又觉得在费可欣面前也没必要过多掩饰，于是便大方地点头承认道：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吧，之前因为对他有些隐瞒，所以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。费可欣点了点头，笑道：曼琼小姐其实很喜欢您的，知道您已经结婚了，心里很难过，昨晚在小吃街哭成那样，根本不是因为摔了手机，而是听您说起已经结婚的事情之后，一时之间接受不了。叶晨惊讶地问道：他跟你说的？费可欣笑道：不用他说，我也能看出来啊，可能也就您没看出来罢了。说着，费可欣又道：不过您想想，曼琼小姐怎么也是豪门出身的大小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什么都见惯了，她怎么可能因为一台手机哭成那样？像这种出身的女孩子，早就已经达到了不以物喜的境界，除非是对她有着重大意义的东西，否则就像手机这种流水线生产的工业品，就算再贵，她也绝对不会放在心上。这倒是，叶晨轻声嘀咕一句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刘曼琼昨晚哭到不能自已的样子，心里忽然有些抽痛。对这个女孩，叶晨谈不上喜欢，但确实有几分心疼。父亲从小出轨，而且闹得满城皆知，母亲在痛苦中撒手人寰，有刘家辉这个父亲，可能比宋婉婷那种早早失去父母的还要难得多，毕竟这家伙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平时肯定不少给刘曼琼添堵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叶晨才对他多有愧疚。一想到他昨天哭到失控的样子，心里便更是有些过意不去。费可欣见叶晨陷入沉默，便忍不住调侃一句：叶先生，您欠了这么多桃花债，以后打算怎么还？叶晨摇了摇头：我不知道。他确实不知道。人说最难消受美人恩，叶晨深以为然。很多女孩子对他的情谊，他并非感觉不到，只是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毕竟自己是有妇之夫，他甚至连父母媒妁之言的顾秋怡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其他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。费可欣见叶晨表情有些茫然，便笑着说道：您倒也不必太过在意，毕竟债多了不愁。说罢，他不想让叶晨继续因为自己挑起的话题烦恼，便开口道：对了，叶先生，我让人在狮勋岛买了2处宅子，您以后若是经常来港岛，也有个方便的下榻之处，等典礼结束，要不要我带您看看？叶晨惊讶地问道：为何要在狮勋岛买房？费可欣笑道：主要还是为了以后方便，毕竟港岛也是个国际大都市，免不了过来拓展业务或者参加峰会，
住酒店的感觉终归是没有自己家里好。说着，费可欣又道，这2套宅子都很大，我让人以集团名义买下，收房之后再安排人翻修一下，以后您过来的话，随时可以选一套入住。与其他人不一样，费可欣虽说是为了叶晨买的房子，但却绝口不提送给叶晨的事情。毕竟他知道对叶晨来说，一套房子的价值早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，自己完全没必要再送这种礼物给叶晨，那样只会给叶晨徒增烦恼。叶晨的意识里觉得，如果费可欣非要送自己房子，自己肯定是要拒绝的，毕竟没道理平白无故收别人的礼物，更何况费可欣这次来港岛是为了给自己帮忙，自己还没送他礼物，又怎么可能收他送的礼？不过费可欣巧妙地规避了赠送的尴尬，倒是也让叶晨无法拒绝。于是他便点头说道，好，以后如果再来港岛的话，就劳烦费小姐帮忙安排了。费可欣笑着说道，您放心，尽管交给我来安排。说话间，车已经驶入狮勋道。此时的狮勋道两侧已经停满了媒体记者的车，费可欣减慢速度，慢慢开到刘家辉新买的那套别墅。因为刘家辉提前打过招呼，所以他们的车便直接开进了别墅的院子里。此时的别墅院子内已经布置得张灯结彩，不但有2个舞狮的团队在此候场，还有风水师专门设下的一个法坛。港岛人最信风水，别说乔迁嫁娶，生老病死这种大事，就算是买盆绿植，都恨不得要找个风水大师算一算，摆在哪里才能延年益寿，或者八方来财。一旦到了乔迁之喜这种大事上，就不是简单算算能解决的了，有条件的必须邀请风水大师上门做法，为整套宅子开光开运。此时在法坛正中央，一名身穿道袍的年轻人正在准备做法需要用到的法器。看到费可欣开着的这辆劳斯莱斯进来，年轻人还以为是刘家辉来了，故意拿捏了一下手上的姿势，随后将桃木剑小心翼翼地放在身旁，这才从法坛中走出，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。不过当他看到这里走出来的是叶晨与费可欣的时候，整个人先是微微一愣，旋即便认出了费可欣的身份，顿时变得惊喜不已。他没想到今日在这里竟然能见到费家大小姐，而且更没想到费家大小姐本人竟然比电视上看到还要漂亮得多，简直就是惊艳四方。于是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立刻走上前来，对费可欣微微拱了拱手，笑着说道，如果我没认错，您应该是费可欣费小姐吧？费可欣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好奇地问道，你是？年轻人笑着说道，费小姐您好，我是港岛玄机堂的堂主，我叫于义伟。